丹丸有古怪，竟能瞬间提升至主级等级。血平钻。 玉皇剑，结丹级法宝。灵宠、法宝，还有金丹，看来此人以前还真是结丹修士。金杯妖狼都杀不死你，今日栽在你手，不愧。你果然是结丹修士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爹，他爹，你怎么了？他们与此事无关，还请道友不要为难他们。为难他们的是我吗？你应该知道，你身居煞气，他们与你相处久了，生机流逝。 应该没几天能活了。我又何尝不知，今生的功力都在这碎丹里了。他们服下，自可不起气血，可保业年益寿。你早算好了有今天。爹，贫道半生凶恶。 不曾想临了最后一世，竟是为了2个凡人。他爹，爹，你别死！答应给你的东西，在我本体身上，就在山洞里。我没有骗你，与灵兽山的东西，还有我的身份令牌，足以证明我所说的。有劳道友了。 谢谢了，下来后就都忘了吧。 道友，在你这里，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现在该想想如何对付那妖兽了。颠倒五行阵，从没让人失望吧？
这应该是玉灵宗那人的遗骸了，伤得这么重，难怪来不及收拾储物袋。这是灵宠的兽卵，这些虫子的生命力可真顽强。玉灵宗有点东西。天下奇虫，血域蜘蛛108尾，京北妖狼73尾，噬青虫第12尾。什么呀？排名这么靠后，这只京北妖狼居然只有73尾。如何培育和驱使？算了，有空再研究吧。找到了，灵寿山与玉灵宗的往来信件。你的主人都不在了，你也可以安息了。毁我法器的账，就用你身上的材料来抵。秀恩，到时候也给你做个厉害的。此件事了，也该回去报信了。不管结局如何，总要尽一下人事。潘长老一战成名，李某自愧不如啊！啊，金谷园战事这么焦灼，你还能出面主持大局，佩服！这现如今呐，七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，谁能置身事外啊？眼看着门派中的小辈们前赴后继，我这个老东西啊，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就算不为我自己争口气，也得为我那么多徒子徒孙们争口气吧。哎呀，三位，看看谁来了，还不如接驾一下呀！不要脸！你一个迟到的人还要什么接驾呀？啊，我迟到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潘老头，你啥时候到的呀？我也是刚到。你看这不差不多吗？哎呀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饿了，渴了，赶紧把黄龙谷好吃的糕点都拿出来吧。看见没有，沙子有的是，要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说正事。赶紧把你那个升级版的四级妖兽的麻将拿出来啊！啊，天天打仗多无聊啊，解解压嘛。啊，这还差。收回去。哎，罗云子，你别每次一来又要吃要玩的，找你来说正事儿。就是，师姐请说。据我方前线斥候观察，魔道贼子很有可能在下个月初策动攻势，所以我和师弟打算安排人手，在他们后方布控。攻其不备吗？哇，师姐，这主意棒棒的！啊，要不我们为此事啊赌上一局怎么样？这你也要赌啊？啊，那你赌成还是败呢？我当然赌成啊。那我们呢？败呀！滚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滚犊子了！师父在上，弟子韩立敬请教安。不孝徒儿已返回谷中静心闭关，谷中一切安好。弟子心中挂念，仅您一人。前线战况不明，弟子回谷途中，意外发现灵寿山与玉灵宗勾结，图谋不轨。弟子已将政务呈交掌门，掌门位高权重，八面圆通，唯恐此事扰乱军心。
按下不表。弟子却唯恐此举会影响前线战局，陷师父师伯于危难。弟子焦灼辗转，违令写下此信，唯望师父万万小心。人事已尽，希望师父收到传音符，能想尽办法阻止最坏的结果吧。战事将起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。这金背妖狼的甲，怎么做小了？这么快就孵出来了？食量可真大，吃的真多呀！看来这灵宠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，得找时间去百妖园走一趟了。来吧。是我小看了你，早知道我就先对付你了，小子。现在来也不晚。那是什么？好险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在筑基中期，就有如此深厚的真元，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黄风谷的小子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你在杀那些散修的时候，也问了他们的名字吗？没错。你应该已经看到了那个塔上的名字，都是我亲手书写的。他们只不过是我的一部分，是我通往宏愿的阶梯罢了。韩师弟说的竹林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魏娘、苏师兄，还请你们助我。黑沙教教主几乎已经筑基圆满，这阵法真的对他有用吗？事到如今，只能相信韩师弟了。再跟他聊一会儿，他们不是还需要时间。你已是人间的君王，还有什么宏愿，能让你如此执着？君王？什么君王？在你们这些仙人的眼中，我们只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蝼蚁罢了。接着聊。
再多说几句。当这个城建起的那一天，凡人，在你们这些仙风道骨的人眼中，那就是家畜而已。你们天天口口声声的仙风道骨，从来就没想到山底下的累累尸骨。君王不能久见，这也是你们7大门派定下的规矩。可惜呀，枉费我兄弟2人共有灵根，却只能修这邪门歪道的血技邪法。我们就是为了有一天，不再做你们眼中的傀儡。再聊会儿，你不想当傀儡，却拿那些散修的命当阶梯。你想长生，就让你的兄弟们去送死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邪魔外道，枉为人子。我险些就着了你的道，看来你懂得如何激怒我呀。现在时间应该差不多了。好，那就战吧，看看我们到底谁对谁错。卑鄙小人！海师弟，你受伤了，不要紧吧？无妨。他来了。真是不自量力！我不入阵，你们能奈我何？别以为不入竹林就无事，从追上来那一刻，你就已在我阵中了。
西！不能！主人，救救我！主人，收走！不要抛下我们！周姬结丹，大道之路，难道是在骗我们？走！放手！主人，我叫放手！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我养的养灵丹用的一些躯壳罢了，居然还敢痴心妄想，哈哈哈哈！还想长生不老？你们不死，我如何能长生不老？如何能千秋万代？救人！主人！大兄，为什么为了你的长生而我要去死？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？不要抛下去，主人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小人休走！主人，看我走啊！救救我们！主人！都给我机灵点儿！教主闭关，在宫中施了迷魂雾，可别像那凡人一样着了道了，叫都叫不起。这3个混蛋，自己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让本王在这看门，还说什么守株待兔，分明就是偷懒。等教主出关，定告他们一状。自己组装的玩意儿，对付这是低阶修士，就是你值了。果然有埋伏，先解决报信的，别打草惊蛇。马氏是。先解决那些低阶凶手。两位师兄，我们追上去，围杀此僚。好。
色生变，速战速决。这个混蛋怎么还不出来？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这下有意思了，这怪物归我，你们谁都别跟我抢！喂，跟你说话呢！你就要娃娃，我来弄死他！ 咱换个人打吧，走。一臂之仇，今日必报。快去阻止那人妖化！好。躲开！天刃术，不愧是三哥，我来助你。 你
复一次，我斩你一次。很好，愤怒吧。这秘术激发兽性本能，这种场合失去理智，可就离死不远了。还有2个血石呢，小心！宗师兄，大块头交给你了。好，弟弟。不好，是极其猛烈的湿毒。来。没想到能在这儿再次见到你，韩道友，别来无恙。看来你是用升仙令进了黄风谷，还到了筑基中期。所以，在太南小会你就诱骗散修，拜你所赐，吴九只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老天让我活着，就是为等你上门送死。别废话了，万小山道友的仇，今日就一起做个了结吧。去帮刘师兄。小心！我早就说过，你是我的猎物。你和那几个不一样，倒像个习武的。算你有些见识。我汉州宋家本就是以武入道，看你这样子，难不成以前也是厮杀汉？口口声声不涉世俗，可这世间征战不休，背后都是修仙门派世家操控。你们倒是仙风道骨一团和气，到头来死的都是凡人。你这半人不妖的，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凡人大言不惭？气派的渣子，去死吧！世间强术，无非拦、拿、杀、割、击、引、刺。剑术也是如此，有道是一寸长，一寸强。像你这样粗暴的战术，枉费这炸妖之躯，当真是暴殄天物。你废话太多了。得手了！徒弟小心！哥！
你的味道应该也很美味吧？哥。 你的废物同伴又少一个。韩师弟，速战速决，为我护法。这是评估的。 找死！我要亲手捏死你！ 竟然以原血激发珍宝，刘师兄也太过拼命了。还挺听讲啊！说吧，叫什么名字？老子要是心情好，给你立个碑。反正湘西百人将铁罗是断开。 速速化妖，与我一起对付他们！春风干月秋气息，茫然全部，人言为妻，将不了长计，不论锋芒运筹谋划，没完没了。几分牵挂，伴我走天下。绝境感红尘之际的眷恋。几位师弟辛苦了，都退下吧。
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！用悲欢，生死间迷惘慌乱，信念和地也慢慢回来，是等心圆满。终点就不返，让三界浩瀚轮回看。爱了吗？哼，正好，无需我自己动手。小人，小走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小走。主击中期实力的傻妖，一击即溃，不愧是珍宝。不过，连储物袋都烧成灰了，真是浪费。韩师弟，这局就算咱俩打个平手吧。3个为5。都解决了。师兄出魔未到，不惜燃烧珍宝，师弟佩服。韩师弟过誉了，今日之事，断不可让为娘知道，别让她担心。哥，刚才我不是故意的，回去要怎么交代啊？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魔头未出，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更坏的事情。不能把他留在这儿。哥，对不住了。对不住了，陈师弟。刘师兄、宋师兄、韩师兄，我哥的事情，我晚点自己和表姐说吧，先帮我遮掩一二，免得他分心。这个自然，师弟节哀。哥，我带你回家。那咱们进去看看吧。总觉得漏掉了什么。修行了这么久，还打喷嚏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不行，不能再让其他的事情耽误了。修炼，修炼，修炼。
如今主修的清源剑诀已突破至第6层，等解决秦府的麻烦，再配合上小绿瓶配制的灵药，就尝试突破筑基后期吧。散功，怎么又有散功的迹象了？这3转重元功上说，每当修炼到清源剑诀第6层，应该散功重修3次。像我这样的伪灵根资质，只有这样反复的压缩真元，才能多一次突破结丹的可能。不过散功一事，未免太过疯狂。这秘籍看起来也不像是全本啊。那妖化秘法能令修为暴涨，想必隐患也是极大的。那些人练完之后，好像都变得疯疯癫癫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那诡异的血气影响。血凝五行丹可以突破结丹瓶颈，怪不得黑沙教教主估计练的就是此法。不过要像那铁罗一样变成半人半兽的模样，还是算了。看来是暴露了，这么快赶来。韩公子，公子，有您的朋友登门拜访。我的朋友？公子，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的话，小人把他们打出去。行。嗨！3个、4个、6个7姐姐，行。师兄师姐，此番来援，旅途劳顿，韩立感激不尽。师弟，你怎么神神秘秘的？还特地在信中嘱咐我们不要暴露黄风谷的身份。我们装的怎样？像不像普通凡人？紧赶慢赶，可算是赶上上野灯辉了。你来这京城也有些时日了，可去了墨香居？听说京城的牡丹花是一绝，你可见过？哎，京城可有武林高手切磋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赶紧跟我们讲讲。哎，韩师弟是奉师傅之命来出谋卫道的，这等凡人之间的戏言，以后还是少说为妙。哦，对了，韩师弟，传说中所说的邪教是怎么回事？3师兄明鉴，此教名为黑煞教，常年盘踞在京城，拉拢全国散修入教，实则是用血祭之法残害同道性命，稀释公理。岂有此理！这等血祭害人的邪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门内熊囊是干嘛使的？这等大事，居然毫不知情。韩师弟，你所说的可有真凭实据？我等修仙之人不得干涉世俗王朝，本就是门内铁律。说是仅凭臆断就肆意妄为，长老们听了，恐怕不会太高兴。依我看，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。七派忙着与魔道交战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。再加上
被害之人大多是散修，无门无派，七派关注不到，自然无力干涉。根据我收集的消息，这黑煞教共有4个筑基期的学士侍卫，还有1个教主正在闭关。如今我们几个联手，尚可一敌。但若放任那教主破关，恐怕这邪教就真成气候了。别闹了，你忘了韩大哥说过，那些邪教余孽未除，这段时间要慎用法术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人一旦学会了法术，哪还能过那人间的日子？不过就是个小法术，没事的，采花姐姐。大哥哥不是说肯定会保护我们的吗？请问大人，已经证实那些散修，半数都是被这2人接走了。一个练气期的孩子跟一个凡人，出事前有人曾见过他俩多次往返秦府，要不直接把他们抓过来问问？不用了，现在线索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。若是惊扰他们，反而多生事端。你回去吧，今晚的事先别跟任何人说。是。秦府，野舍走了。这灯会那么热闹，咱俩也该活动活动。各位，别再犹豫了。韩师弟好不容易探得了这些妖人的底细，再不行动，更待何时？老四，你不是最好与人斗法吗？好，既然三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好戏。信哥去，我也去。韩师弟既然请我们来，应该有办法了吧？何不说出来，大家听听？这是先前我在那妖人身上留下的标记。皇宫，皇宫，越国皇宫，御花园，藏书楼。这邪教挺会选地方的。修仙之人绝对不能踏入皇宫，这是规矩。若是贸然闯进去，出了差错，咱们可担待不起。对方就是料到这一点，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只怕连这当朝君王也沦为了他们的傀儡。对方分明就是想利用这禁令，让我们投鼠忌器。如果我等就此畏缩不前，岂不是正中其下怀？有的事情，对错本身还不如规矩重要。规矩是人定的，对错是天定的，怎能相提并论？若上面怪罪下来，我一力承担便是。如今敌明我暗，正好指导老巢灭其首脑。我赞成刘师兄。我也赞成。此寮藏在皇宫之事，你是不知道呢，还是忘了说？吴师兄，师弟以为，不管这妖人所在何处，都不该坐视不理。对啊，刘师弟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给句痛快话嘛。对啊，一起去吧。恕吴某不敢苟同，恳求各位三思，莫要自误。告辞。刘师，让他去吧。那些魔道水平堪堪，本就无需我们一起出手，少了六师弟，不在话下。有你在，那些魔道一定不是对手。对，有我们三个，足够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大家还是料敌从宽为妙。韩师弟说的对，邪魔虽不足为惧，但他们有四大血誓，还是不可轻敌。可若是再向苦中求援，我想到了，
有一个人肯定能帮到咱们。你看，哇，那么多灯哦，太漂亮了！哎，这个鱼可以吧？好热闹啊！这怎么这么韩师弟，这凡人的街市这么热闹，怎么都没有听你说过？这么热闹的庆典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是吗？哎，慧瑶，看这个，哦，没想到咱们修仙界都打破头了，这里还能如此。只怕热闹不了多久，就又是一番血雨腥风。我小时候也经历过战乱，南来北往的军队都打成一锅粥了。不管谁输谁赢，最后活的都是黎民百姓。这些邪教妖人唯恐天下不乱，一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我就寝食难安，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刘师兄受过什么刺激吗？怎么一提邪教就这么冲动？哎，你们快看，谁来了？哎，我把咱们的帮手带来了。陈师妹，陈师妹，宋师兄，哎，陈师姐，韩师弟，你不是总向我打听韩师弟的消息吗？韩师弟就在这儿了。黑煞将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巧仙说过了。他正好在附近的南巫城执行家族任务，一下就答应和咱们一起去皇宫了。最近总是接到前线投来的捷报，守备魔道之事如今也告一段落。如今正好有空，就来京城闲逛一下。如果能帮到二位师兄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好了，你们聊，咱们去看花灯，金哥。快，要像我们一样，有话就说，一定别藏着掖着。表姐，去看花灯喽！去吧，慢点。走，等等我们。走了。看花灯，师兄。韩师弟，别来无恙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一直让我在家里修炼，错过了许多人间的繁华。现在看来，竟有些羡慕他们。小妹、爹、娘，还有厉飞羽，你们都好吗？韩师弟，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。山间清寒，世间疾苦。这仙也好，凡也罢，各有各的无奈罢了。你说，这水中的倒影背后，是不是有另一方天地？那里没有人心险恶，也没有战乱，到处都充斥着自由和纯粹，就像梦境一样。镜花水月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世间，总是苦难多一些。纵使我们修行大道，也是顺心易少，不如意多。师姐，还是看开一点。师弟真是豁达，跟你聊这么几句的功夫，我就把所有烦恼都忘了。你最近有做梦吗？自从修仙以后，就很少做梦了。是吗？我最近倒总是做梦，梦中有一道黑影，一直在追我，我逃也逃不掉。但每到这个时候，总会有一个人出现来保护我，只是我看不清这个人的脸。也许师姐看到的，只是水中的影子吧。颜色。哦，你快看，金哥，这么漂亮！是。快看，金哥，太漂亮了！哎，你看那个。哇，真漂亮那个！你看什么？哇！
韩大哥，果然你还是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。修仙者和凡人不属于同一个世界，我永远也无法和你站在一起。莫姑娘，保重。欺人太甚啊！这个姓韩的太嚣张了，一下叫来这么多穷亲的白吃白喝。当我秦家是开善堂的吗？啊，少爷，消消气儿啊！韩公子初来乍到，怕是不懂规矩，而且老爷呀，现在对他这么恩宠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和他一般见识了。哦，我动不了这姓韩的，我还动不了他那些穷亲戚啊！还真去哎！有些人啊，总想着出风头，要是战败了，看我怎么再执法他。看你们一本。轩儿师妹，你说是不是？我都是为了他们好，他们就是不听劝。我好想你啊！你小子跟姓韩的一伙的吧？姓韩的。来，给我好好照顾照顾他。轩儿师妹，刚才没吓着你吧？哎，他们这帮人。谁？好协议的步伐。主及其生面孔，看不出跟脚跟秦府有关系，看来道友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。阁下，您认错人了吧？错不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教主现在正在突破的关键时期。你这一身筑基修为，不要浪费。1D2没有胜算，得赶紧去给他们报信。感觉怎么样？属下该死，让主人在闭关之际，还分神为属下疗伤。你追随我多年，替你疗伤这种小事，何足挂齿。不过，你的身上好像有别人给你安了追踪的印记，需要我帮你清除吗？主人且慢，此印记留着，或许还有大用呢。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人顺藤摸瓜的找来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捉鳖，待属下把他拿下，还能谢于主人练功呢。好，就按你的意思办吧。
参见主人。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，属下偶然间得到一份大礼，要献给主人。啊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。果然是筑基修士的精血味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要好好的独享美味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可还记得此份地图？这些天，我一直盯着此物。从诸位来京城以前，它就一直在这儿，一动未动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早就意识到被跟踪，故意在此处设下埋伏？没错。与其自投罗网，不如将计就计。那我们就绕过此处，从寝宫和冷宫入手。今夜兵分两路，魏娘和陈师妹，你们去寝宫救国君，其余的人趁这个教主还未出关，找到他藏匿的位置，攻其必救，围点打援。对，就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大家稍作休整，今夜此时出发，望大家戮力同心，斩杀邪教。是。有人。韩少爷，小书房里做了几样点心，不知几位是否有意呀？太好了！这是不必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还有事？韩少爷，我家少爷从街上回来以后，好像害了失心疯，一直失魂落魄的，嘴里不停的说着“仙人饶命”，大夫人急得已经晕过去了。大夫看了也没有，老人让小的无论如何请您去一趟。我先去看看，不耽误正事儿。这也太冒险了吧！我这好不容易不用上前线了，怎么到了天神还得拼命啊？二位师弟，今夜的事，我会向七派上报公祭，绝不会让二位白忙活一场的。此役艰辛，今夜就拜托各位了。我等定不如失眠。好了，我的儿呀，你终于醒了。老爷，韩公子妙手回春，轻轻一碰，少爷就醒了。夫人也好了。快去！哎呦，韩先生，主伯，先是大恩大德，老夫无以为报。秦老爷不必如此，还是容我多说一句：今夜之后，这天怕是要变了。秦老爷是个好人，还是多做打算吧。要变了。这皇宫之中，唯有这片竹林比较隐蔽，就以此地作为退路吧。这教主修为，至少在筑基后期，必有一场苦战。正好试试这修缮完成的颠倒五行阵法。剑芒、剑盾、符宝、法器和符箓都备好了，底牌也有了，剩下的就只能尽全力了。
韩师弟，距离行动还有一段时间，能不能单独聊聊？韩师弟，当年血色禁地失联之前，黄风谷中救我的是你吧？你先不用急着辩解，我知道那不是梦。我也知道那就是你。不止那次，我们后面好像见过很多次，所以每次见到你，我都觉得更亲近了些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不会这忘尘丹的药效又快没了吧？罢了，想不起来就不想了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我和那姓陆的贼子只是家族定下的亲事，我从未对他动过心。陈师姐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何要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有些事情我希望你能知道。师弟不会觉得我是个不好的人吧？啊，不是。好了，我想说的也说完了。大战在即，韩师弟不要分心，也去准备吧。哎，韩师弟，我还有一句话要说。黄风谷附近有一座百里山，漫山野花，甚是好看。若我们能平安度过今晚，你愿意陪我去赏花吗？师姐，这恐怕……哦，看来师弟是想让我把之前的事都记起来。师姐，师姐盛情邀请，敢不从命？都听师姐安排。